各位好朋友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家人长期洗肾，医药费沉重，却没人告诉你可以申请政府补助，或者妈妈膝盖痛到无法走路，医生只开止痛药，却未提辅具补助。更揪心的是，明明有许多政策能帮忙，却因无人告知，每月可能白白少领几千元。你以为医生不知道吗？其实他们知道，是医院隐瞒吗？也不是，真正原因是社会福利不在医疗人员的职责范围内。他们负责看病治疗，而补助权益属于社会局业务，没有人有义务主动告诉你。因此，这集视频我一定要说清楚，因为这关乎你家未来10几年的经济负担，甚至是一生印享却未知的权益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请赶紧订阅，别错过重要资讯。我是健康永驻的林佑利，在社会福利领域服务超过20年，看过太多家庭因资讯不对等而承受不必要的压力。据统计，全台超过30%长期洗肾病患不知自己符合身心障碍证明申请资格，还有40%关节严重退化长辈从未被告知可申请补助。这意味着至少上万个家庭正默默承担着本可减轻的压力，可能是营养品、交通费或因照顾失去的收入。我今天不是批评医疗体系，只想问一句，如果政府本来就有政策帮助你，这是你应有的权利，却因无人告知，你就要一直损失下去吗？所以今天佑利要帮大家做3件实实在在的事情。第一，清清楚楚告诉你哪些常见的老年疾病其实都符合申请条件，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些情况也能申请。第二，一步一步教你怎么跟医生开口要求做鉴定，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一关不知道怎么说。第三，帮你算一笔明白账，这张证明到底能帮你省下多少钱，带来多少便利，这些可都是真金白银，你听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身心障碍证明这几个字，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，心里想，我又不是残废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，那真的要请你更新一下观念了，因为现在的评估标准早就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大家总觉得要缺手缺脚，眼睛看不见才算，但现在政府采用的是功能导向的评估方式，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身体功能有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。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因为膝盖痛，走路必须扶着墙壁或者拿拐杖？有没有因为糖尿病多年，视力越来越模糊，连戴老花眼镜都看不清楚报纸上的字？有没有觉得记性明显变差，经常忘记刚刚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有，那么你就很有可能符合申请资格。先别急着否定，请你耐心听我继续说下去，我保证你看完这个视频，会感谢自己今天花时间了解这些资讯。我们要先建立一个重要观念，人的身体啊，就像家里那台热水器，不是要等到整台爆炸，完全不能用了才叫坏掉。当它烧水越来越慢，温度总是上不去，洗澡洗到一半，水就变凉了，这时候就已经是功能受损了，需要找人维修或者保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膝盖痛到每次下楼梯都要紧紧抓着扶手，甚至要侧着身子，倒着走才敢下楼。这真的不是正常的老化，这在医学评估上很可能就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。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视力模糊，看报纸要拿放大镜，看电视要坐到荧幕正前方才看得见，这也不是简单的老花眼，这叫做视觉功能障碍。记性差到经常在熟悉的街上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瓦斯炉上煮着东西，转身就忘记，这更不是老糊涂，这叫做认知功能障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失智症前兆。每一项功能障碍，政府都有非常明确的评定标准，也都对应着相应的福利政策，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。但是有个数据让我特别心疼，目前很多明明符合资格的长辈，因为觉得不好意思，觉得去申请这个很丢脸、很歹势，或者根本不知道流程怎么跑，以为会非常麻烦要跑断腿，所以一直拖着没去办理。今天佑利就是要帮大家打破这个心理障碍，申请自己的权益一点都不丢脸，那是政府应该给你的照顾。接下来我要详细讲8种最常见的老年健康状况，这8种情况覆盖了90%以上的申请人群。我建议你边听边对照自己或者家里长辈的情况，看看是不是符合。如果符合，请你一定要鼓起勇气去争取。首先，第一种情况是认知功能障碍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老年痴呆或者失智症。这里要特别强调，这不是简单的记性不好而已。
如果你家里的长辈出门去超市买东西，在熟悉的社区门口绕了半个小时，还找不到回家的那栋楼，或者在家里烧开水，把水壶放上炉子后转身去看电视，完全忘记这回事，直到水烧干了，冒出浓烟，差点酿成火灾，甚至开始认不清熟悉的人，叫不出孙子的名字，把女儿当成陌生人，这些都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，需要高度重视。这时候应该带去神经内科做详细检查，如果确诊是失智症，是可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的，根据严重程度评定为轻度、中度或重度失智。拿到证明后，不仅可以使用政府长照 2.0 的各种服务，像是居家照顾、送餐服务，政府还会提供防走失的手链或定位器，甚至申请外籍看护工的门槛也会降低。如果家庭属于中低收入户，每个月还能领取生活补助，这笔钱的差别可能从几千到上万不等。大家要记得，认知功能障碍的评估包括很多方面，记忆力明显下降，对时间地点搞不清楚，计算能力变差，连买菜找钱都算不清楚，还有性格突然改变，原本温和的人变得暴躁易怒，疑神疑鬼。这些症状如果持续出现，并且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，就不要犹豫，尽快带去医院做专业评估。第二种情况是视觉功能障碍，有些视力问题已经不是配一副新眼镜就能解决的了，特别是有多年糖尿病史的长辈要特别注意，家人可能会抱怨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，看东西越来越模糊，甚至曾经拿错过药，把降血糖的药当成降血压药吃。过马路的时候看不清对面的红绿灯是红色还是绿色，这些都很可能是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病变。即使戴上度数合适的眼镜，视力最好的那只眼睛矫正后也达不到 0.1， 这种情况是完全符合身心障碍证明申请条件的。政府的评定标准主要看2个指标，视力和视野。如果你戴上眼镜矫正后，最好的那只眼睛视力仍然低于 0.3，或者视野范围缩得很小，像通过水管看东西一样，走路常撞到旁边的桌角或门框，那就很可能符合条件。常见的状况包括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不理想、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，还有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等等，这些都不是普通老花，而是需要被评估的功能障碍。第三种情况，这一点我必须重重强调，因为在我们台湾需要洗肾的人口比例真的非常高，那就是肾脏功能障碍。如果你们家有需要长期血液透析，也就是俗称的洗肾或者腹膜透析的患者，请一定要认真听，这通常是可以申请到极重度身心障碍证明的，而且通过率非常高，几乎是确诊就能办理。虽然全民健保对洗肾治疗有大部分给付，但是来回医院的交通费、必须补充的营养品费用，还有因为身体虚弱无法工作造成的收入损失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。有了这张证明，不仅看病时的挂号费部分有减免，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优惠，甚至在每年申报所得税时还有特别扣除额可以申报。如果家庭符合中低收入户的资格，每个月还能领取几千块的生活津贴，仔细算下来，一年至少能减轻家庭负担好几万块。所以，只要是确诊慢性肾衰竭，必须长期接受透析治疗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忽略这个重要的权益，这是政府给你们的支持。第四种情况是听力功能障碍，很多长辈有重听的问题，家人一开始总觉得说话大声一点就好了，但慢慢的会发现长辈越来越不愿意出门，怕和别人沟通时鸡同鸭讲被嘲笑，连以前最爱看的8点档连续剧都不看了，因为听不清楚台词。这时候应该带去耳鼻喉科做详细的听力检查，如果检测出双耳听力损失达到一定程度，医生通常会建议佩戴助听器。大家知道吗？好一点的一对助听器，价格动不动就要好几万，甚至超过10万块。如果听力损失程度符合身心障碍评定标准，政府对购买助听器是有专项补助的，单边可能就补助好几千甚至上万块，双耳补助的金额更多，一下子就能减轻大半的经济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听力障碍如果不及时处理，长期缺乏声音刺激，会导致大脑活跃度下降，反而会加速失智症的风险。所以，这不只是听不听得见的问题，更是关系到脑部整体健康的重大问题。第五种情况是心肺功能障碍，这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。比如抽烟多年的老先生查出有肺阻塞，走平路不到50公尺就得停下来喘气，晚上睡觉必须垫高3个枕头才能呼吸，不然就会觉得喘不过气。
每天在家里需要吸氧气好几个小时才能维持血氧浓度，这种已经严重影响到呼吸功能，导致轻微活动就呼吸困难的情况，是可以经过胸腔内科医生专业评估的。还有心脏功能很差的患者，比如严重的心脏衰竭，连从客厅走到厕所都感到困难，这些都属于循环系统或呼吸系统的功能障碍。如果评估通过，对于购买制氧机、呼吸器这类昂贵的医疗辅具，政府都有相当高额的补助，这对于长期需要依靠机器来维持呼吸的家庭来说，绝对是雪中送炭的支援。第6种情况是肢体障碍，这也是最直观但最常被误解的一类。很多长辈以为要断手断脚，坐轮椅才算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比如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，膝盖软骨磨损到几乎消失，走路必须拄着2根拐杖才能移动，或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公寓，每次下楼梯都痛到冒冷汗，像在拼命一样。这些情况经过专业评估，可能因为双下肢关节活动度严重受限，行走功能极度困难，就被认定为肢体障碍。办了证明之后，可以申请爬梯机服务，上下楼不再那么痛苦，还有富康巴士的接送资格，以后去医院回诊，不用再让子女辛苦的背上背下，只要提前预约富康巴士，车上有升降机，可以直接把轮椅和人安全送上车，车资还非常便宜，这大大解决了就医交通的难题。同样的，中风后留下的偏瘫后遗症，或者是帕金森氏症导致的行动迟缓、僵硬，只要严重影响到行走能力和日常生活自理，都有机会申请通过。第7种情况是精神心理问题，也就是现在说的慢性精神病，这在台湾社会还是比较容易被避讳谈论的，但其实这就是大脑生病了，和身体其他器官生病一样需要治疗。比如老伴过世后一直走不出悲伤的情绪，演变成重度忧郁症，不吃不喝不出门，整天躺在床上流泪，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或行为。如果经过精神科长期治疗，症状仍然没有明显改善，并且已经影响到正常的社会功能，比如无法工作、无法与人交往，是可以通过鉴定申请证明的。拿到证明后，可以减轻就医的经济负担，还能连接社区复健中心的资源，让长辈去参加团体活动，有人陪伴聊天，病情才会慢慢好转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面子没有里子重要，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。第8种情况是多重障碍，就是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2种以上的功能障碍，比如又有听力问题，又有肢体问题，或者视力不好加上失智。这种在评估时会综合考量，障碍等级可能会评得比较高，相应的福利支持和补助额度也会相对多一些，因为需要的照顾资源确实更复杂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可能符合的状况，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，那又丽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申请呢？流程会不会很复杂，要跑很多地方？我告诉大家，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步骤，一点都不会麻烦。我把它简化成4个清晰的步骤，大家记下来或者存起来。第1步，先去你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，找到社会课或社政课的柜台，直接跟承办人员说我要申请身心障碍证明，他们会给你一份申请表，全名是身心障碍证明申请表及鉴定表。记得要带齐这些证件，申请人的身份证正本、印章，如果你是帮家人代办，也要带自己的身份证和印章，另外准备3张申请人的最近1年内的1寸或2寸大头照。第2步，拿着这份表格去医院挂号做鉴定。要挂什么科呢？很简单，根据主要问题去对应科室，听力问题挂耳鼻喉科，视力问题挂眼科，怀疑失智挂神经内科或精神科，肢体问题挂骨科或复健科，洗肾问题挂肾脏科。见到医生后，直接跟医生说我需要做身心障碍鉴定，医生就会安排必要的检查。除了医生评估，通常还会有一位专业的鉴定人员，可能是社工或治疗师做功能评估，就是问你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，比如能不能自己吃饭、洗澡、穿衣服、上下楼梯等等，这些都很重要。第3步，回家耐心等待审核结果。你在医院完成所有检查和评估后，你的任务就暂时结束了，剩下的行政流程医院会帮你跑。医院会把完整的鉴定报告寄给卫生局审核，卫生局审完后再转给社会局做最后的资格认定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，也就是30个工作天。虽然等待时间有点长，但好处是你不需要自己跑来跑去办手续，只要在家等挂号信通知就好。
第4步，领取证明。审核通过后，社会局会用公文通知你去区公所领取身心障碍证明。拿到这张粉红色卡片的那一刻，你就是正式有牌的了，可以开始依法享受各项福利补助了。那么，这张粉红色的卡片到底能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呢？我帮大家算一笔实在的账，你听完一定会更清楚。首先是牌照税的减免，如果家里还有在用车子，而且这辆车主要是用来载送这位身心障碍家人的，就可以向税捐机关申请免缴使用牌照税。特别是排气量比较大的车，一年可以省下1万多甚至2万多的税金，这对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节省。再来是停车优惠，你可以去申请一张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识别证，放在车前挡风玻璃，很多公有停车场前几个小时免费或者半价优惠。对于那些需要经常跑医院、跑复健的家庭来说，光是停车费长期下来就能省下非常可观的金额。交通优惠更是实用，搭乘公车、捷运、台铁、高铁，只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，本人和一位必要的陪伴者都可以购买半票，也就是5折优惠。想想看，如果长辈需要定期从高雄到台北看医生，2个人的来回高铁票打对折，一趟就省下了好几千块，一年来回几次，省下的钱可能就够支付好几个月的营养品费用了。接着是辅具补助，这部分可能是最直接、最实用的。不管是助听器、轮椅、气垫床、电动床、拐杖、洗澡椅，政府都有相应的补助办法。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和障碍等级不同，补助金额从几千块到几万块都有。比如说买一张符合规格的轮椅，可能政府就帮你出了1半甚至2/3的钱，自己只需要负担一小部分。如果家庭符合中低收入户的资格，每个月还能领到直接汇入户头的生活补助金，金额从3000多到8000多不等，要看障碍等级和家庭总收入情况来核定。这对于没有退休金或者退休金很少的老人家来说，是一笔稳定的生活支持，至少可以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。还有健保费的减免，到公立医院看病的挂号费优惠，甚至家里如果有还在读书的孩子，学杂费也可能有减免。这些林林总总的福利加起来，一年省下来的钱绝对不是小数目，可能超过10万块。这些都是政府给我们的社会保障，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纳税应得的权利回馈。所以，佑利要在这里再次郑重地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觉得申请这个是占国家便宜，或者觉得很丢脸。你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机能自然退化，国家本来就有责任来照顾你、支持你，这是写在我们社会福利制度里的基本精神，是你应得的权益。不要让这些钱和资源躺在那里睡觉，特别是那些已经在洗肾的、已经确诊失智的，或者行动极度不便，几乎无法出门的长辈，请务必要去了解、去申请。当然，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。第一，这张证明通常有有效期限，比如3年或5年，期限到了要重新做鉴定，除非是被医生判定为永久性、不可恢复的障碍，才有可能免去定期重建的程序。第二，如果病情有明显变化，比如比之前更严重了，可以申请重新鉴定，提高障碍等级，这样相应的福利补助也会增加。第三，如果不小心把证件弄丢了，记得带身份证去区公所补办，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了。补办手续其实很简单。20几年前，我刚踏入社会工作领域时，曾经在区公所门口遇到一位老阿公，他在那里徘徊了一整个上午，想进去又不敢进去。我上前问他，阿公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想问问看能不能申请什么补助，但我怕被人笑，也怕自己不够资格，白跑一趟。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很酸，太多时候政府的资源明明就在那里，但老百姓因为资讯不对等，因为心里那道门槛，就这么错过了可能改变生活的帮助。我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实实在在地打破这道无形的隔阂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请你帮我做一个小动作，把这个视频分享到你的家族群组，分享给你身边的老邻居、老同事、老朋友。你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帮一个家庭省下了好几万块的医药费负担，可能就让一位几乎听不见的老人家因为补助而戴上了助听器，重新听到家人的声音，可能就让一位困在家里多年的长辈，因为有了电动轮椅和交通补助，重新能够出门晒太阳、看世界，这就是真正的功德无量。如果你在申请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或者想知道更细节的规定，
比如你家的情况具体能申请到多少补助，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力回答大家，或者之后再做视频专门解答常见问题。我是健康永驻的林佑利，我们致力让每一位长辈都能懂政策、享福利，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。谢谢大家耐心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